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你这丫头，愣在这里干嘛呢？还不赶快去准备洗菜？光宗他们马上就要到家了。我默不作声，只是微微点头示意，看着爷爷和孙子走进客厅，我才转身走向杂物间，换了件干爽的衣服。这样的阴雨天，穿着湿衣服非感冒不可，家里人肯定不愿意为我花钱看病，还是自己小心为妙。井水冰冷刺骨，我蹲在水井旁，一边洗菜一边回想自己前世的不幸。弟弟总是爱玩水枪，四处喷射，甚至连地窖都被他搞得一团糟。那里存放着过冬的腊肉和蔬菜，一旦脏水流入，湿度增加，环境就会变得腐臭，导致霉菌疯狂生长，蔬菜和腊肉都会长满霉斑。前世父母带着弟弟回家过年，奶奶特意从地窖里拿出了腌制好的腊肉，但谁能想到那腊肉上已经布满了霉菌。奶奶看着那些优质的土猪肉，满脸不舍地轻轻抚过上面的霉菌，毫不在意地说：“这么好的腊肉，就是有点霉，用开水洗洗就干净了。你这个没用的丫头，大惊小怪，你丢了都不会丢这腊肉。”但我知道，食物发霉后产生的细菌，并不会因为开水的冲洗就消失，这是高中生物课上就学过的知识。我担心家人吃了这发霉的腊肉会出问题，于是试图跟奶奶解释：“奶奶，用开水是杀不死这些霉菌的，我在学校里学过的，吃了会生病的，最好还是扔。”我的话还没说完，奶奶就猛地伸出手，一巴掌将我打得脸都歪了。她瞪着我，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小贱人，读了几天书就敢教训我了？这么好的肉都要扔，真是个赔钱货！我看你是皮痒了，想自己留着这腊肉偷吃吧？”奶奶越说越气，顺手抄起厨房里的木柴就往我身上招呼，一下又一下，打得极重。我吃痛不已，只好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求饶：“我错了，别打了，好痛！奶奶好痛！不扔了，不扔了，好疼，好疼！不扔了，是我说错话了，奶奶，我再也不敢了。”见我这副可怜样，奶奶的火才消了下去。犹豫再三，我还是放心不下家里人的安危，趁着奶奶出去杀鸡的功夫，悄悄地把发霉的腊肉给扔了。但直到上辈子临死之前，我才明白，我的一时心软，扔的不只是那块发霉的腊肉，还有自己的这条命。奶奶发现我把腊肉扔了之后，怒不可遏，一口咬定是被我偷偷藏起来了，不由分说便开始拿着扫把打我。恰逢爸妈这个时候也回来了，奶奶添油加醋的在他们面前诉苦：“就是贱，这么好的腊肉给扔了，欺负我老一个人在家，肯定是被他藏起来自己偷偷吃，没心肝的自私鬼。爸妈本来就偏心弟弟，不然也不会只带弟弟去县城，把我丢在乡下读书。”一听奶奶这番话，更是认为我自私恶劣，他们下手更是没有轻重，恨不得把所有的怒意都发泄在我身上。几棍子下去，我被打得昏倒在地。虽说是过年，但那一年我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上。呸！还有脸要饭吃，真是要账的猖鬼！奶奶啐了一口，转过身跟爸爸窸窸窣窣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接二连三的毒打，我身体显然出现了问题，开始出现了频繁的晕倒，甚至就连洗菜种地的时候都会随时随地倒在地上。我干不了活，在家更是受不了什么好眼色，爸妈还是奶奶更不可能花钱带我去看病，只是一个劲儿地骂我。见我歇了几天，身体还没有好转，干不了活，在家还要多出一张嘴吃饭，
爸妈便商量着给我卖了。是的，卖了10万块钱彩礼钱，把我卖给镇子上的老鬼。我明明去年才刚刚过的18岁生日，明明这个老鬼在镇子上是出了名的不好相处，性格暴躁，听说还有点暴力倾向。爸妈和奶奶可不管这么多，收了钱就把我的东西扔出来。妈妈数着钱的眼神都发光，见我站在家门口不肯挪脚，嫌弃地塞给我50块钱，催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个不要脸的，还打算在家里吃白饭？给你，不少了，赶紧走！一会光宗的兴趣班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回来。爸爸看着我的样子，便知道我不肯走，生生拖着我送到了老鬼的家。走之前还好好叮嘱老鬼看紧我，你自己看紧了，要是跑了，钱我们可不退。他的言语极其冷漠，连丝毫人情味都没有。走的时候，脚边都带着甩掉包袱的轻快，不像是在讨论亲生女儿的去留，反倒像在镇子大集上同商贩讨价还价几只土井的家畜。我再也没能出去，别说上学了，就连当年的高考我都没命参加。旧病之人心思阴暗，嫁不到1年，各种毒打蹂躏，我被摧残的没个人样。馊了的饭菜，水井里的生水，我身体本来就有经常晕倒的旧疾，惹得鬼对我更加厌倦，对我下手更狠。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我连1年都没撑过去，被他一棍子打晕在水井边，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弟弟拿水枪刺醒我堪堪醒了过来。或许是上天怜我实在凄苦可怜，许我次重来的机会，所以这一次我绝不会引颈受戮。我洗完菜，抱着盆朝厨房走去，抬头一看，奶奶早已拿着发的腊肉在案板上发呆，满脸的困惑和气恼。这好好的地窖怎么就进水发霉了？奶奶见我走过来，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瞪着我斥责：天天在家里白吃白喝，地窖发霉了你都不知道，养你这个赔钱货一点用都没有。我没有像上辈子一样试图告诉奶奶事实，她何尝不知道这是她宝贝大孙子的杰作，但她根本不在乎，骂我也只是想找个出气筒罢了。现在顶着她开口辩解，不过是火上浇油罢了。我低着头，怯怯懦懦地开口：你不让我靠近地窖，所以见我低眉顺眼的样子，奶奶胸口的那口气才算是顺了顺，闷哼一声，别开瞪着我的眼睛，转而继续看着那块发霉的腊肉。算你个贱皮子懂事，那地窖里面都是过年吃的腊肉好菜，你万一偷吃，光宗回来吃什么？我盯着那块发霉的腊肉，上面的霉菌交错纵横，厚厚一层，看着生命力就极其旺盛。黄曲霉菌，生物老师放假时才提醒过我们，年关将至，吃各种腌制年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黄曲霉的滋生。这是剧毒的菌种，只要15克便可夺人性命。我看着这块腊肉，眼神闪烁着诡异的光，低声地询问奶奶：那这块肉怎么办？见我面色有异，奶奶以为是我想私吞，一把推得我的连连后退，举着菜刀对我恐吓：发点霉洗洗就不行了，这么好的腊肉还能扔了不成？你别想着偷吃，这都是给我儿子和孙子的，把菜放下，今天不要你做菜，出去，出去！他臃肿肥厚的身体挡在那块腊肉前面，生怕我多看了一眼。我佯装温顺地放下洗菜盆离开，甚至走的时候还扭过头，笑着对奶奶说：奶奶说的对，这么好的土猪肉，怎么长了点毛就不能吃了呢？临近夜晚，庄子上的灯亮了起来，爸妈也从镇子上的大集买年货回来了，大大小小的堆满了一地，弟弟的玩具、新衣服，还有各色零食。
奶奶的新鞋子还有新帽子。他们4个人站在一块，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只有我立在旁边，沉默着给他们盛饭。桌上油亮的腊肉飘着荤菜独有的气息，只是腊肉蒸出来的油却有些异样的浑浊。除了我，并没有人在意这微小的细节。家五口落座，不出意外的，奶奶将腊肉摆在了爸爸和弟弟那边。我坐在饭的角落边，面前也只有一碗寡淡的青菜，看样子连油都没舍得放。奶奶瞥了一眼我，像是教育，又像是警告：“孟娣呀，你也是大姑娘了，马上就要寻婆家了，长点规矩，吃自己面前的。这筷子哪能过河呢？筷子过河，就是越过自己面前的菜去夹别的菜。他不是教育我，只是怕我吃肉罢了。”我沉默着点点头，夹起面前的咸菜送到碗里，奶奶这才满意，转脸从腊肉碗里夹了2块给弟弟。下午玩累了吧？我们小光宗多吃点肉才能长身体呢。又起身招呼着爸爸多吃几块腊肉。家里条件不好，往日里是没有这样肥美的腊肉吃的。如今过年边上，大家都是放开了吃的。那盘码得高高的腊肉，没过一会便被爸爸吃得丁点不剩。弟弟从小不缺吃食，尝了2块觉得没劲，便放下了筷子，摆弄他的新玩具去了。碗里剩下的腊肉便被妈妈给吃了，就连一向抠门的奶奶也因为高兴吃上了好几块。我就安静地坐在一旁，扒着青菜吃饭，看着他们一个个嘴边泛着油光，心情格外平静。甚至最后连腊肉碗底那点油汤，爸爸都拿去泡饭吃了。他们吃完便擦擦嘴，进屋看电视休息去了。我起身收拾洗碗，烤火暖和身子，然后便回到杂物房，等待着时间流逝下霉菌的发作。凌晨2点多，弟弟叫喊着肚子疼，来来回回的跑了好几趟厕所都没有用。卧室那边的灯终于再次亮了起来，妈妈满脸不解，声音在寂静的夜晚传到我这边来：“这是吃了什么？怎么好好的肚子老是疼呢？”还没等弟弟肚子疼缓上一缓，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都开始不舒服起来，上吐下泻的刻不得停。家里的深夜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妈妈和奶奶没吃几块，吐了约莫1个多小时，稍微缓了过来。我听到妈妈有气无力的声音，质问奶奶：“妈，你晚上到底是做了啥？怎么个个吃完都不舒服？”奶奶看着自己的宝贝大孙子吐得满脸苍白，浑身还在不停地打冷战，这才犹犹豫豫地开口：“就腊肉，种的青菜什么的，就是那个腊肉有点长霉了。但是就一点点，那么好的土猪肉扔了怪可惜的。我想着洗干净还能吃的。”妈妈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症结，一边抱着弟弟开始穿衣服，一边数落着奶奶的抠门：“你个老不死的，要害死我儿子啊！发看的东西也敢给我儿子吃，快送医院！”看了眼身后熟睡的爸爸，奶奶长叹了口气：“不叫他了，不拉肚子了，估计是睡着了，累了一天了。”妈妈骑着电瓶车，奶奶在后座抱着弟弟就往镇子上的医院送。弟弟在后座颠颠簸簸，也还吐了不少。3个人狼狈的不行，顶着寒风在深夜出门。我这个时候才从杂物房出来，看着匆匆离去尚未关闭的卧室门，想着奶奶临走前说的那句：“估计是睡着了，人老了就是容易糊涂。”爸爸睡觉的时候哪次不是护震天？怎么偏偏今天这么安静？是睡着了吗？是黄曲霉菌摄入量过多，陷入深度昏迷了。算时间，等他们赶回来也差不多要天亮了。那个时候人还能活着吗？爸爸死了，
妈妈和奶奶折腾了一晚上，直到早上才回到家。天亮了，不用借助灯光也能看清爸爸的脸。妈妈抱着弟弟回卧室的时候，爸爸满脸青紫，嘴边还有些白沫。紧急打救护车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那一碗码得高高的发霉腊肉黄曲霉菌早就超过15克。弟弟年纪小，所以反应最明显。妈妈也只是吃了弟弟剩的半块，而爸爸则是连汤都吃了。弟弟洗过胃，妈妈也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只有躺在床上的爸爸无人问津，陷入昏迷，直至死亡。突如其来的噩耗砸得妈妈会回不过神来，奶奶更是捶胸顿足，心痛不已，瘫在地上哭着闹腾：“我苦命的儿子啊，怎么这就走了？怎么就吃了几块腊肉就走了？造孽啊！老天爷，你开开眼啊！”过年边上，村子里的人都陆陆续续在外务工回来了。不大的村子，这样的消息一上便传遍了整个庄子里。乡下邻居亲戚关系密切，陆陆续续的好多人过来帮着操办丧事。按照规矩来说，得罢上好几个席面宴请来奔丧的人。我站在院子的角落，照旧打下手，给来来往往的人端茶递水。奶奶在房里忙活着，来来往往将近100来号人都得吃饭。家里人不多，妈妈照看弟弟接待客人，我端茶递水外还要负责将听着妈妈的消息礼金入账。毕竟家里现在也就我一个人能识字的懂事人，地窖里的东西被奶奶扔得七七八八，只剩下了点贵重的干货和自家酿的米酒还在。那是爸爸之前特意从深山里采摘的菌菇干货，有什么黑木耳、银耳之类的，市面上价格不菲，家里几乎很少拿来吃，就等着过年这一顿。还有年初酿的一大坛子米酒，满满当当的，往日都是一股子稻米辛辣酒香的味道，如今却泛着点发酵过头的酸。还有剩下的几块发霉腊肉。孟弟呀，你烧壶开水来，要滚烫滚烫的。奶奶从厨房里招呼着我，我应了声，拎着滚烫的茶壶便往里面走。热水还在水壶里不停顶着干，倒到大铁锅里。奶奶把腊肉扔了进去，还有那些发了干货。上次拿温水，这次拿开水烫个10分钟，总能吃了吧？奶奶望着铁锅里飘荡着的食物发呆，嘴里喃喃念叨，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她自己。又摆摆手，派遣我去杀鸡杀鸭。家里来人了，总归得炖上点鸡汤、鸭汤招待他们，再炒上几盘子菜，才算是面子上过得去。见我转身拿着刀去后面院子里，奶奶还不忘拽着我的衣袖，低声威胁我：“那只最肥的母鸡单独拿给我，我要留给我孙子吃的。你忙完了，自然有你吃的。别见皮子发作，偷偷吃客人的东西，小心我打不死你。我自然不会吃。开水无论煮多久，100度就是100度，杀不死那些霉菌。”我沉默着点点头，依旧是那窝窝囊囊的样子。最讽刺的是，爸爸的灵前还摆着那些坏了的米酒，宴席上摆着奶奶亲自下厨做的菜，腊肉炒菜、炖鸡汤、老鸭汤之类的，里面还挑着些菌菇，闻起来满鼻子都是荤肉的香味，与平常并无差别。我端着菜从人群中穿过，隐隐约约都是不好的打量眼色。这个村子就是这样，重男轻女，来的都是村子里的老爷们，女人是没有资格出现在这种场合的，除非是寡妇。我听着妈妈和他们仔细地商量着什么，油腻的眼神从我身上流连。成年了，寻个婆家呢？多少钱？5万？5万肯定不行，我们辛辛苦苦将她养大的，
好吃好的养成今天这个模样，15万，你可真敢开口。是念过点书不错，15万也太贵了。8万不行，12万。家里现在就剩我孤儿寡母的，还有个他奶奶，以后都指着他呢，少了可不行。我淡漠地听着他们商量着我的彩礼金额，我在他们眼里就像是集上摆放的物品一样，任人打量，讨价还价。妈妈像是和旁边的叔叔商量好了什么一样，喜笑颜开地说着话，见我的眼神朝这边投过来，难得给了我个好脸色，招招手让我过去。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是将熬好的鸭汤端到桌子上，还有些腊肉炒蒜苗，再盛上满满壶米酒。这是你三舅家的大伯哥，说是镇子上有个人家很不错，等过几天就带你去相看相看。这个所谓的大伯哥见我一过来，便开始上手，拉着我的手东看西看，甚至到后来还站起来，捏着我的手观察牙扣，就像村头卖驴一样。我压住耻辱，没有发作。大伯哥笑着点点头，朝妈妈说道：“不错，看着挺健康的，应该能生个儿子。”妈妈脸上的笑意更甚，拍着我的手就开始吹嘘道：“那是，我都能生儿子，我女儿肯定能生。怎么样，这10万块钱给的不亏吧？还念过书呢，上过学呢，有文化，识字。”大伯哥满意的应声：“是不错。”两个人端着米酒相互碰杯，喝的那叫一个兴奋。我没有上桌吃饭的资格，只能接着穿梭在宴席里面端菜添酒。等到差不多回厨房的时候，看着奶奶正在给弟弟盛鸡汤，见我来了，也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努嘴指着一旁凉了的剩饭和微菜：“吃完饭别偷懒，赶紧把衣服洗了去。家里好几天衣服都没洗了。”弟弟手里端着的那碗汤，里面放了不少的菌菇干货，旁边的米饭上还搁着不少的腊肉，看样子都是奶奶偷偷给弟弟留的。弟弟昨晚上吐下泻，肚子里早就空空如也，一看到这些好东西，便开始狼吞虎咽。我望着弟弟吃饭的样子，有些呆愣，这样的摄入量会死人的，他还小。我咬了咬下唇，终究还是打算劝上2句：“弟弟，别吃了。”我向来老实沉默，一副听话可欺的样子。突然的出声让弟弟从碗里抬起头，看着我窝在旁边吃咸菜的样子，觉得可笑。“别吃了，你馋啊，我不吃给你吃。”他自顾自地说着。我照旧看着他筷子举着的那块腊肉发呆。弟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扭头看着那块腊肉，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没有这个年纪应有的善良天真。“嘬嘬嘬嘬，来呀，过来吃肉啊！”说完还挑衅一样的将腊肉朝我脚边扔了过去，恶劣张扬的朝我笑笑。“我看村头狗就是这么吃的，你也这么吃，这是奶奶特意留给我的，可没有你的份。”我的眸色暗了暗，没再有说话了，没有去看地上的那块腊肉，也没有再看弟弟，快速地扒完了碗里剩下的饭。奶奶又走进厨房，给弟弟盛了一大碗菌菇，温声嘱咐他爱吃就多吃点。我看地窖里还有点，刚刚洗了，全放锅里了，咱们光宗先吃点，不够还有。弟弟朝我得意地挑了挑眉，拉着奶奶便开始撒娇告状：“奶奶，姐姐刚刚想吃我的肉来着，让我别吃了。”奶奶一听这话，便开始朝角落里的我发作，汤勺扔在灶台上噼里当的响。碍于外面还有客人，只好直接拿着木柴打我，只好走上前来，用手恶狠狠掐着我的肉：“你吃什么你？赔钱货！赶紧把你嫁出去换点彩礼钱算了。下贱东西，看见什么都想吃，肉是你吃的吗？又不是没给你饭吃，装出一副可怜样子给谁看？”我被掐得直直往后闪躲，龇牙咧嘴地躲避奶奶的毒手。
后面的弟弟看我这副样子，笑得更加灿烂。奶奶又扇了我几下巴掌，这才解气，狠狠踹了我一脚，让我滚蛋，赶紧洗衣服去。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厨房，身后的奶奶却又仿佛像换了一个人，温声细语地对着弟弟说话，拿起汤勺又给他加了一点。哎呦，我的宝贝大孙子吃这么多饭呢，真棒！来来来，奶奶再给你多盛点。席面吃到了天快黑了才结束，依旧是我独自一人在收拾残局，打理得七七八八了，预备回房间睡去。但这次可能是因为霉菌种类不同，摄入量过大，昔日平静的村庄接二连三地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就连村口的狗都吠叫个不停。妈妈脸色难看之际，身体还在不自觉地抽搐，弟弟直接就昏死过去，没有反应了。奶奶自己也因为尝了2口鸡汤，在不断呕吐。半个村子里的人都去镇上的医院排队洗胃，这样的场面放在哪里都是难得见到的。惊得警察出面，以为是什么恶性投毒事件，一番调查了解到，原来是在我家吃的宴，急忙抽调专员去家里调查取样。发霉的腊肉和发霉的菌菇里面是黄曲霉菌，好在是席面佐菜，每位宾客相对食用量不多，洗胃打点滴吃药，虽说难受，总不至于有性命之忧。而弟弟却因为过量食用昏迷，加上之前的食物中毒，身体并未完全代谢完，在送到院的同时就被转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最要命的是，妈妈和大伯哥喝的那壶米酒，变质的米酒里面还有米酵菌酸，1克致癌，20克致死。他们俩喝得醉醺醺的，又因为是仗着自己是大人，几乎是最后一波到医院的，倒在医院里进行急救时，瞳孔都散大了，根本就不回来，只好盖上白布宣布死亡。一顿百食宴席，吃了一顿接着一顿。弟弟在重症监护室挨了3天，还是没撑过去。弟弟死了，全村人都差点死了一半。老天爷哟，你好狠的心，怎么忍心带走我的大孙子？这可是外面家的香火独苗苗，我们家要绝后了。老天爷，儿子没了，孙子也没了，我也不活了，我这个老婆子也不活了。奶奶悲痛的哭嚎声从医院开始，一路到村子里都没听过。路上还因为太过悲痛晕厥过好几次，最后还是好心人看到了，送回我家的。弟弟死了，妈妈死了，连带着大伯哥一起死了。奶奶因为抠门，倒是逃过一劫，倒真有祸害留千年的意思。村子里不少人因为这事开始向奶奶进行索赔，不给钱就让这个老奶奶蹲大牢。奶奶嘴上天天说着没儿子没孙子了，自己也想死，可是别人一让她坐牢，她却吓得要死，家里房子地能抵债都债，说什么也不去坐牢吃苦。最后因为害怕自己蹲大牢，甚至还提出拿我抵债这样荒唐的想法。我不傻，不会继续待在家里等着他搓磨自己。趁着深夜里奶奶睡着了，把家里值钱的细软全都一股脑拿走，收拾了几件衣服，连夜离开这个吃人的庄子里。再不走，让人生生把我拖走的事儿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爸爸的棺还摆在院子里，妈妈和弟弟还没下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让他自己处理吧。我没有选择继续留在镇子上，甚至连高中开学都没有继续读。我念过书，听过来之福的高中老师讲过学习的重要性，即使现在学费减免了，但拿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维持我的生活费。户口在镇子上，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念书，先挣钱，等能养活自己了，一切都好说。我找了个包吃包住的饭馆打工，
攒点钱。老板娘看我这么小就出来打工，又听我断断续续讲了自己在家里的日子，平时工作生活都很照顾我，就连工资也会多给我发个100-200，劝我一定要继续回去读书。都是这样，那些村子里的人没念过书，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岁，坚持过去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前些年河边不知道淹死多少个女婴的尸体，镇子上彩礼都要到20万了，一边杀人一边娶妻，我看着都觉得心寒。娃娃，你还小，不能继续待在这山沟沟里，得出去。这边人大多数都是不拿女人当人的，我这饭馆里没前途，出去，外面好着呢。老板娘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我贫瘠的2辈子人生，从未有这样设身处地替我考虑过半分，这样温柔地对我说话。等待我的永远都是凉的粥、剩的饭，别人不要的衣服和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和随时可能发生的责骂和殴打。我捏捏了旁边圆圆胖胖的脸，那是老板娘的女儿，看样子就被养得很好，穿着流行的花裙子棉袄，就连辫子都梳得整整齐齐，在我们这里太难得了。老板娘似乎看出了心里的想法，也摸了摸自己女儿的头，笑着对我说：“我女儿，我肯定不拿她换彩礼钱，我和老公都不在乎男女，只求她这辈子平安快乐就好。”手上攒了钱，外加上从家里拿出来的细软换成钱，我支了个早餐摊，虽然辛苦，但是挣的几乎是以前的2-3倍。陆陆续续干上半年，不只能够攒够高3那年的学杂费，说不准就连以后考上大学的学费都能攒到些零头。老板娘也特意允许我继续免费住在她宿舍里，这样的日子辛苦，但是充实有希望。我甚至还在空闲的时候买了几本习题集，自己抽空琢磨琢磨。老板娘看我这样努力，甚至还主动提出在饭店不忙的时候可以帮我照看早餐摊。娃娃，你这么努力，以后肯定能考上好大学，去大城市里生活。老板娘一边帮我收着摊，一边和我闲聊着。我捶捶自己酸痛的腰，有些不好意思的朝她笑笑，没有说话。但老板娘却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一下子就猜出了我的想法。嗨，大城市里可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那边的女人可幸福了，穿衣自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像咱们这里，穿个短裤都要说有伤风化，一个个的跟个侦探一样盯着别人的穿着打扮，评头论足。我忍不住弯了弯唇，老板娘说的没错，这边的女人几乎没有穿衣自由，稍微穿个短裙短裤之类的，就要被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甚至就连我的校服裙子都要到膝盖以下。老板娘看了我一眼，又接着兴致勃勃地说道：“而且那边工作机会可多了，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大家凭本事吃饭，不靠男人也能活。”说到这，老板娘顿了顿，眼神在我身上打量了一圈，这才接着说道：“不过像你这样漂亮的，还是小心点好。咱们这边的小姑娘去了大城市，都容易被那边的繁华迷了眼。”我闻言点点头应下，心里却不以为意。再繁华的景象，也没有比自由更吸引我的了。就这样辛辛苦苦干了1年，我终于攒够了高3的学费和几个月的生活费，甚至就连以后上大学的学费，我都攒了个七七八八。老板娘劝我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却依旧坚持如此。只有手里有钱，才能让我安心。很快便到了高3开学，我重新回到了学校，久违的校园生活让我倍感亲切。
就连之前看不上的食堂饭菜都觉得格外可口。有了之前的基础，再加上高三整整1年的冲刺，我的成绩提高得飞快，很快就稳定在了年级前50名。这样的成绩足以让我考上一所不错的本科大学。班主任也对我的进步神速而感到诧异，甚至还多次找我谈话，以为我是作弊抄袭得来的成绩。直到我当着他的面重新做了一份之前的月考试卷，这才作罢。高考那天，老板娘特意关了店门，开着车送我到考场，握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紧张。就连平时总是嫌弃我影响她学习的圆圆，也特意给我做了个加油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姐姐高考加油”，还画了个并不怎么好看的小爱心。我抿唇笑笑，心里第一次有了除了挣钱以外的想法。我想走出去，走到更大的世界里看看，看看老板娘嘴里的那个自由繁华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老板娘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给我庆祝，圆圆也吵着要跟我睡在一起，想听听我给她讲讲高考的事。小姑娘正是好奇的年纪，对于高考这种决定今后数十年的大型考试，自然是好奇的不行。我耐着性子给她一一讲解，又说了说自己想要报考的专业和学校。圆圆听后惊奇地瞪大了眼，拉着我的手惊奇地问道：“真的吗？姐姐以后要成为大律师吗？”我点点头，捏了捏她逐渐圆润的小脸。对呀，所以圆圆也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和姐姐一样厉害。圆圆郑重其事地点点头，甚至还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和我拉钩，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的分数超出了我的预期，就连班主任都亲自打电话过来祝贺我考了个好成绩，甚至还隐晦地向我表达了之前对我误解的歉意，鼓励我到了大学依旧要继续好好学习。这样的成绩足够你去全国排名前10的政法大学了，老师以你为荣。我握着已经有些破旧的手机，听着班主任略显激动的话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未来可期。我的成绩足够我去自己梦想的学府，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大学的生活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多彩。我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不止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甚至还多次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法律知识竞赛，每一次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我的名字也逐渐在学校传开，不只是法学系，就连其他院系都或多或少听说过我法学系美女学霸的名头。我身边逐渐开始有了很多追求者，但是我却一个都没有接受。圆圆的青春期叛逆来得格外猛烈，成绩也从之前的中上游掉到了现在的倒数。我为了劝导圆圆，甚至还在寒暑假的时候将她接到自己身边亲自辅导。小姑娘被家里宠得无法无天，到了我的地盘却也只能乖乖听话。我按照之前和圆圆的约定，带着她去了很多著名景点打卡游玩。小姑娘玩得不亦乐乎，甚至还在回家的火车上拉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道：“我以后也要和姐姐一样考一个好大学。”我笑着应下，甚至还极为幼稚地和她拉了钩。大学的时光快乐却短暂，我拒绝了家里让我继续深造读研读博的建议，毅然决然地拿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简历，开始广投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几家大型律所的面试邀请，我挑挑选选，最后选择了一家各方面待遇都不错的律所，开始了自己的实习生涯。待
我的律师是业界有名的铁嘴钢牙，只打有把握的官司，甚至到了只要是他接手的案子，就几乎没有败诉的地步。我跟在他身边学习，不只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更多的还是他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和永远冷静的理智。律所里的前辈都说我身上有一股子他的风范，我听后也只是笑笑，没有说话，心里却将这句话当成是对我的夸奖。我逐渐可以开始独立接案子，为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自己最大的帮助。每一次为委托人争取到最大利益的时候，都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甚至还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被冠上了最美律师的称号。网上关于我的营销号文章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人开始深扒我的过去。我无法阻止，却也并不在意这些。直到某一天，我在上班路上看到了街边电子大屏上播放的新闻：咕咚乡村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最美律师张俊莅临现场进行法律知识科普。我看着屏幕上自己穿着白色西装，拿着话筒认真科普的样子，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当初想要走出来看看这个世界的愿望。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孟弟，赶紧来帮我！同事的呼唤声将我从自己的回忆里拉出来。我应了声，拿起手边的文件小跑过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现在的我有着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甚至可以算是实现了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我走出了当初那个小小的村子，看到了老板娘口中那个自由繁华的世界，甚至还在不断努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更好。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意义吧。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